一个鬼害3代人的故事。王叔你好，我本来是一个不相信鬼神的人啊，直到我现在30多岁了，看了你的节目，收获颇丰啊。现在来分析一下我的事儿，我希望你给我解惑。我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某个地区，我的爷爷是1920年左右生人的啊，特别善良。冬天他会把吃剩下的饭菜倒在树底下，他说冬天小鸟找不到吃的可怜啊。这个1920年的老先生非常善良啊，还在抗日战争的时期救过一个小兵。日本鬼子来搜查村庄的时候，女人们全部躲在江边的芦苇荡里啊，男人都在家里守着守家。我爷爷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个小兵藏在了米缸里，才躲过日本人的搜查。话不多说，开始正题。我爷爷生了3个姑姑和我爹啊，和我爸爸。括弧我爸是家里最小的弟弟，也就是3姐1弟啊，这个他老头子生的孩子，4个孩子。由于当时封建迷信，家里必须要生一个男孩，可是我奶奶都快40岁了，还没生出男孩啊，于是呢就抱了一个男孩回来，就是我大伯啊，那也就是说还有个过继的，也就是说5个孩子。直到我大伯娶了媳妇儿啊，我奶奶才怀孕生下了我爸爸。这些故事从我记事儿起，我就听我姑姑们说啊，后面我爷爷80多岁快去世之前啊，他又说了一遍。故事就发生在我大伯娶了这个媳妇儿之后，她嫁到我们家的时候才10几岁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是就是那个他大伯娶的小媳妇儿嫁过来的时候才10几岁。那个时候她在我们当地的玻璃厂上班。有一天她看错了闹钟啊，起早了。本来早上6点的时候上班，结果她4点的时候看成了6点啊，就4点就出去了。带了一块烧饼，怕迟到，匆匆忙忙上路了。那个时候穷啊，都是走路上班的。天黑啊，4点，也就在那天，他惹上了这辈子最不该惹上的鬼啊！早晨4点凌晨上班途中，他路过一片坟地啊，因为平时走那个坟地没事，可能那天他起得太早了，碰上不干净的鬼了啊，被鬼盯上了。等他走到了厂门口的时候，他说看到了一个男人靠在厂门口朝他笑。从那儿之后，我姑妈的身体就开始不好了，总是胡言乱语啊，就被附上了。有一次半夜不知道去哪儿了啊，人不见了，结果到处找不着。第2天早晨在坟地里把他找着了，但是呢，他在坟地里那时候懵懵懂懂的，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，昨天晚上干什么了不知道。于是家里边只好找了个看事的先生啊，就地解决。我们当地管这个看事的叫画黑啊，叫画画的画，黑色的黑，可能是泰州地区的这个土语叫画黑的先生啊，就是在额头上写字啊，我们这边叫画黑师傅。小孩生病都会找这种老先生来驱邪，但是这个功力不够啊，这个后面姑妈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已经发展到在家里就是大白天的在家里胡言乱语，用现在医学的术语就是得了精神病啊，叫癔症啊，癔病。后面更是发展成了大白天就要往坟地里跑。村里的老人都说这是中邪了，于是家里到处打听寻找厉害的师傅，终于找到了。可惜师傅在常州，需要跨江过去啊。过去那个年代啊，别说什么大桥了，连渡轮都没有一个，所以只能预约别人家的木筏，划着木筏过江。在去常州之前啊，白天大人们出去赚钱的时候，只能由我姑姑们看着他，就是家里边那女孩看着他啊，看着嫂子。那个时候姑姑们也都还很小啊，都10几岁啊，小的姑姑只有几岁，看不住他，不让他乱跑。可是这个女的就被附了，这个女的就是他们的大嫂啊，力气出奇的大啊，根本拉不住。于是家里人没办法，只好把这个大嫂子给他绑在凳子上。可是就在出发去常州安排好了船之前1天，兴许是那个鬼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就根本绑不住啊。姑妈一直在挣扎，力气特别大。爷爷喊来了村里的好几个壮汉啊，几个男人摁这个小少妇摁不住啊。后面有经验的老人喊了一句：“必须是找个杀猪的才行啊！”就把我们村那个杀猪的屠户叫来了。果不其然啊，屠户一来摁住了啊。可是绑好了那个绳子就在大家眼皮子底下，一根一根崩断了。屠夫非常严厉的骂了很多的难听的话，甚至掏出来了杀猪的刀，到处乱挥，到处乱下，这才捆紧绑住。可是到了晚上啊，村里这些人都走了啊，请来的人都走了，这个男人都回自己家睡觉去了，只剩下3个女孩，就是3个姑姑轮流看着这个嫂子啊。结果如果有不对劲，就让他们3个女孩立马喊村里的男人再过来捆。结果到了半夜，鬼真来了。我当时大姑姑听说，就后来回忆说，就是当时就听见这个头上这个房顶上这个瓦片啊，被踩得噼里啪啦响，上面像有人跑一样踩他们瓦。可是当时我这大姑姑被鬼压床了，动不了，
其他几个姑姑睡得跟死猪一样啊，喊也喊不响，喊也喊不响啊，这个喊也喊不出来，动也动不了。于是他使劲挣扎，哎，终于手能动，把二姑抠醒了。二姑借着月光看到地上有男人的大脚印儿啊，往床尾看去，就看到一个男人背对着这3个睡觉的女孩啊，背对着他们坐在那里，手不停的抖动啊，一个男的鬼手不停的抖动啊，结果这几个女孩吓得全部尖叫啊，屋外的大人们男士们听到尖叫赶紧冲过来啊，结果他们一来啊，男人们啪一冲过来，鬼吓跑了。终于到了第2天可以去常州了啊，坐上了船渡了江，一路曲折，终于见到了师傅。我爷爷说他看到的师傅只是个普通人的样子，可是我的姑妈们看到的师傅却完全不一样，说就像《西游记》里边太上老君那种仙人的样子，留着长长的胡须，头发是盘起来的啊，是个老道。看来但是一看到我姑妈，立刻精神变得神情变得特别凝重，跟我爷爷说，哇，这个项目不好搞啊，一直在叹气，说这个鬼啊是个大冤鬼，十几岁的时候就死了，活着的时候没娶上老婆，所以怨气特别重，形成了一个怨色鬼。而且这个鬼呢啊，在阴间呢还有好多朋友，找了一堆小鬼一起困住了啊这个大嫂，就是为了拖这个大嫂，看上这大嫂了，拖下去阴间当他的鬼老婆。所以提醒我这个大嫂和姑姑们啊，以后你们出门走夜路上班，过坟地，千万不要带发酵的面食在路上。听明白了吗？知道老王刚跟你们说，圣经也有这个事儿啊，圣经也说对上了啊，就是说你们以后老先生仙风道骨这常州老先生啊，说你们以后上下班走夜路啊，路过坟地，记着啊，身上不要带发酵的面食，尤其是发酵的烧饼、馒头，绝对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会吸引脏东西。于是仙人接着做法，把趴在我姑妈肩膀上的小鬼都撵走了。但是这个男色鬼执念太深啊，必须回家驱赶啊，在这儿赶没有用，回家要去根。于是交给我爷爷一个道符，做了法事，让我爷爷回到家以后念咒语，必须立马烧成灰啊！把这个道符烧成灰之后，给姑妈在家以后服下喝下去，符水一定要全喝下去，一点都不能留。于是回到家了，我爷爷便开始念咒语啊，念咒语，念着天就阴下来了。我爷爷立马感觉大事不妙，赶紧点火烧符。可是啊，这个时候有怪事就来了，那个旋风啊，就是我说有鬼来那个风，旋风就起。大家知道那有鬼，尤其是有那个大鬼的时候，那个风势是很大的。大家记得郭文贵讲过啊，郭文贵盘古大观的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，北京有一个九鼎娘娘庙，就在那个盘古大观的那个原来那个鸟巢水立方的工地上啊，九鼎娘娘庙，我到那里边就住着大家伙。那北京市政府他还不管啊，他拆迁呀，我你妈到那儿就刮大风，飞沙走石。风能刮到把那个沟，就是把那个塔吊快刮倒了，所以就是最后只好开坛磕头烧香，哎呀，请求娘娘息怒，我们不拆了，给你留这儿，我们绕着你修。这真事儿啊，也就是开奥运会之前，北京2008年之前修这个盘古大观和鸟巢水立方那一片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九鼎娘娘庙啊，就这么来的。所以呢，他一看他刮风啊，这个赶紧点火烧符，完了起风。风一直卷，一直刮，那个火点不着，烧那个符，咔一点，风就吹灭；咔一点，风就吹灭。可是当时常州的老先生说，你只能在屋外点，你不能回家点。没办法啊，就是叫家里人朋友都过来，组成人墙啊，挡着这个旋风，这才点着烧完。烧完啊，可惜嘛，你爷爷那个年代太穷了，我操，这是用火柴，你搁今天你就用那个防风打火机，我高低给它喷着了，你知道吧？什么鸡巴鬼也不好使啊！跟那干上火焰喷射器，这时候要上高科技了。这时候才烧完啊！刚要给我这个大嫂不是给这大嫂喝的时候，这个大嫂当时嗓子里忽然发出了男人的声音啊，鬼附上了，大声喝：“谁都别想让我喝！”啊，男人的声音，并且开始掐着自己的脖子。这时候屠夫也在场，就是屠夫在场，摁不管用，屠夫骂也不管用了。我这个大嫂这时候力气出奇的大啊，所有的男人都摁不住她，最后就是大家跟她较力让她喝啊，就是什么这当场的意大利驱邪的场面出现了啊，康斯坦丁里边那个牧师驱邪的场面出来，摁住啊，几条大汉摁不住，我操，这个魔鬼附身了，给他喝啊，终于给他摁住了，最后给他灌到最后一口的时候啊，他居然把碗啊掀翻了
啊，就是这个劲儿那么大，接着嗷了一嗓子就晕过去了啊，就这女的灌完了最后又嗷一嗓子晕过去了，哎，这算是驱走了。可惜啊，从那以后过去了10几年，哎，大嫂就是身体一直常年生病，身体不见好了，完了落下病了，家里人心急如焚，到处打听，便带她去了南通狼山那边。据说那边有得道高人，于是全家一起带着他去治病去了。当时我年纪小，在上小学，还隐约的记得啊，在那边治病的场景，相当于在道观寄养了啊，就是养在道观了。道观给他做了多年的法事啊，中间身体确实好过一段，生了2个闺女。但是南通的师傅也说了啊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驱鬼成功的啊，这玩意儿有失败的概率。由于这个鬼啊太过年轻，执念太深，可说已经深入骨髓，没救了。就是附他身上已经由阴病变成了阳病，没救了。后来啊，我这个大嫂年纪轻轻，40多岁就去世了啊，生了2闺女就去世了。为什么说她害了3代人呢？因为我这个大嫂生了2个女儿，一个姐姐80后叫玲玲，另一个姐姐比我大1岁叫楠楠啊。我和楠楠从小在一起长大，我大伯家和我爸爸家是我们因为都是亲戚嘛，都连着房子连在一起的，有点像现在这种双拼别墅，所以嘛，我们从小在一起混大的，感情特别好。结果这个楠楠啊，就是2闺女，也容易招鬼啊，她也是偏阴了8字，但是她由于妈妈的前车之鉴啊，所以平时特别注意啊，躲着不走夜路，躲开坟地，并且随身会带一些玉佩啊、护身符。但是有一次她夜班回家，也不算很晚，才7点，只是下了一点小雨啊，骑电动车路过一片坟地，哇，你看天杀的怎么到处都是坟地啊！路过一片坟地，莫名其妙就摔了个跟头。那条路他是走了无数次，所以呢，哎，松懈了，哎，大意了，没有躲，没有闪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家的。等他到了家里，她老公是吓坏了，为什么？脸都摔花了，小少妇脸都摔破相了，腿也摔得青紫了，整个人已经好像中了魔一样，喊谁都没有反应。啊，别人喊他没有反应，就等于是懵懵懂懂的回了家里。家里人意识到家里边深受其害啊，家里人意识到不对劲呢，立马什么轻车熟路，久病成医了，知道谁厉害了，就立马就带到了师傅那儿去了。因为有他妈妈的事情在前吧，所以这个闺女们呢平时比较注意，逢年过节就去师傅那边花钱买香火保平安。所以师傅一看到楠楠啊，就知道是被脏东西附上了啊。后面呢就是驱鬼流程啊。那我这姐姐呢也辞职啊，楠楠也不敢再去上班了，也不敢再从那条路走了，就怕再被缠上。就在去年啊，我们那个玲玲姐就是这个没有被附体，不是2闺女吗？大闺女没有被附体，被查出了癌症，40多岁的肺癌啊。而这个楠楠姐就是被附上这个楠楠姐呢，则是今年被查出来了甲状腺疾病啊，甲亢。我们这边不可能是水质或者饮食的原因，因为我们这儿的空气和水都可以。我爷爷是活到了80多才去世的，其他人的身体也都很健康，就只有他们家的这2个女孩身体不好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多年烧香拜佛的原因啊。目前啊，这2个姐姐啊都是生的儿子啊，基因好像就是刻意的在回避女儿啊。玲玲姐的儿子以前成绩一直很好，名列前茅，本来大家都以为他可以考个好大学，没准是到了211啊这类的一本。结果呢，高3那年忽然和中邪一样啊，又影响了第3代了，直接辍学，抽烟喝酒当头打架，不读书了啊，就中邪了，在社会上混，最后上了个技校。而楠楠姐姐的儿子还小，目前只是在上幼儿园。有一次我和姐姐还有宝宝单独在家的时候，宝宝说窗帘后面有个人啊，我姐姐连忙问那个人是什么样子，宝宝说是彩色的。哦，那还行啊，彩色的就好啊。有可能是海尔兄弟啊，那是看看是不是门帘后边有冰箱啊，冰箱上面是不是有海尔小兄弟啊。这是有个笑话嘛，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小时候啊，那个海尔牌的电冰箱啊，它那 logo 是一个中国小孩一个外国小孩，2个光屁股小孩穿着游泳3角内裤，小哥们抱在一起，然后经常有小孩吓着大人说爸爸，那上面有2个小孩。我操，这是什么？我操，爸爸咱家有2个小孩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柜子上有2个小孩？没有啊，操，哪有小孩？后来才知道，哎呀，说的是这个呀，是 logo 可不能瞎设计啊！你设计了2个小孩，那个小童言无忌，他又描述不清楚啊。爸爸咱家有2个小孩，哎呦，我操，吓坏了啊！王叔啊，说到这里，我的问题来了。第一，我的姐姐们身体不好，是不是被那个鬼害的？啊，那也不一定啊，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如果他没有被附体，那就不是他害的；如果被附体了，
啊，就像你那个姐姐的妈妈一样啊，那就是被他害的，因为他们是在妈妈被鬼附体后生下来的。那么我该怎么帮助他们啊？那你帮不了啊。另外，他们都生了儿子，就好像是上天安排好的一样，可能是不想再被这个鬼继续害了。可是好像即使改变了性别，也没有改变什么结局，因为他们好像都被鬼缠上了。我该怎么帮助他们啊？他被鬼是不是被鬼缠上？你不要瞎猜啊！你们久病成医，你们不是南通啊、常州大师，你们都认识吧？道观你们也都认识。你们把孩子啊带到那种高人啊，包括出马仙们家里看看，他一眼能看出来啊，是不是被附上了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要是在文化，你到我这儿就行啊，我都可以驱邪，我给你拍孩子的肩膀，拍干净了啊。我在北京还救过别人呢啊，有一个南方卖玉的一个小老板，哎呀，晦气缠身，我一看他脸色也不对，我买了他点玉啊，给他输了点那个财气，再拍了拍后背，在那个亚运村那边，亚运村一个酒店1楼，他在那卖玉器，好像就是郭文贵那附近。后来大概过了3、4个月，我又过去办事儿，看见他了，怎么样最近？哎呀，老板，谢谢。那个他一直不知道我叫啥，最近好多了，转运了。就是这个，因为你阳气重的啊，灵魂后边有光的，是有这样的能量的啊。第二，我们家所有去世的人只给我托梦，不管是我爷爷还是我外婆啊，这个他们去世以后，放心不下孩子啊，尤其是楠楠，在楠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就隔三差五的托梦。楠楠妈妈也给我托梦啊，不管我上大学那会儿，还是到后面我工作，我以前一直不信鬼，所以一直没有当回事儿啊。梦到他们托梦了，我就去坟上烧纸，直到有一次啊，就是楠楠妈妈抓着我的手，在梦里让我照顾好楠楠，说她还没有结婚生孩子，最放心不下就是她。我在梦里的态度是，为什么要我照顾她呀？我只是一个妹妹呀。可是，在梦里，楠楠妈妈立刻生气了，掐我手，掐得特别疼，直接在梦里啊，这个鬼就是这个死去的这个楠楠妈妈，在梦里掐她的手，直接把她给掐醒了，掐疼了，疼醒了。醒来以后，我的手都特别疼。由于我当时还是无神论者，我觉得自己的手是被自己的身体啊睡觉的时候姿势不对压到了。可是我后面确实对我这个姐姐出奇的好。可能是被他妈吓到了，每次只要出去旅游，我都会给她带礼物，烧了好吃的菜，我也会喊她一起吃。她生宝宝那段时间抑郁啊，我帮了她很多。后面他妈可能是看楠楠已经组建了家庭，有了可爱的宝宝，不再给我托梦了。有一次我在梦里梦到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女孩，但我不知道是谁，后面就忘了。再过了段时间，接着上次的小女孩做了个相同的梦，在梦里小女孩长大了，留着齐刘海啊，眼睛大大的，特别漂亮。我在梦里立马意识到这是楠楠的妈妈，看来他妈妈已经转世投胎了。哦，我想问问王叔，我这是什么体质？那你这八字偏阴啊！如果所有的鬼都找你来托梦啊，你是灵异体质啊！你比如说你做出马仙啊，你就有这方面的能量啊，就是这种体质啊。因为我平时根本遇不到鬼，也没有被附身之类的亲戚，那为什么他们全部都给我托梦呢？还是那句话嘛，就是你这方面比较灵敏。楠楠姐姐是一次梦都没有梦到过自己妈妈啊。这是我的八字，麻烦给我看一下。那好，属猪的啊，老王忘了说我那个就是楠楠妈妈的年龄，她是1961年生的。上次跟你说过，我老是在睡梦里见到去世亲人的故事啊，就是托梦的故事。我又想起来了一个梦啊，去年上半年我的父亲经历了一次大车祸，他在夜里在国道开车。哎，我讲过这个开车那个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就是那个开车遇到事儿看见鬼的那个。就是他有一个也是咱们的观众投稿啊，真是亲身经历啊。他们家，但是他叫车把式，就是他们家养车的啊，养那大货车，擎天柱那大货车的，然后就要雇司机嘛。一般都是2个人，车主和司机一起开啊，跑长途挣点钱。就那司机要死的之前啊，就是2、3个小时之前就不正常了啊，周围时空就乱了。他们在加油站加油，加完了油啊，加完油不是都驾驶副驾驶不都回到车上坐着吗？他就看不见这个驾驶员啊，就是他们家雇的驾驶员。这驾驶员其实已经回车里了，他就看不见他。这车驾驶室里就没有人，就他自己。然后他就到处找，他就下车找，他喊。最后他大声喊的时候，那驾驶室里边出去说：“我在这儿呢。”这他才看。哎，他说：“你刚刚干啥去了？”你说：“我一直在这儿啊，我看你左瞪右瞪的，我还以为你在找什么东西呢。我找你呢，我一直在这儿啊。”其实这个时候，这个驾驶员已经快死了。就是已经有阴阳相隔，他已经看不见他了。有段时间，果不其然啊，开出去没多远，车就撞上了，就驾驶员当场就给撞死了。
好了，我接着讲他这个人的父亲啊，这个女士的父亲，他夜里在国道开车，在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，被一辆装海运集装箱的那种大集装箱货车给撞了啊，就是大集装箱货车。好在卡车上当时空的啊，没有货物，侥幸逃过了一劫。而他自己开的那辆本田当场报废，整个本田的车顶被掀开。据我爸回忆，撞完车以后，他的意识非常清醒，知道自己被撞了以后，立马三脚踹开了车门，飞快地跑到了大马路边的树底下的草丛里去了，因为他害怕车子起火，并且打开手机准备报警。可是当时手机没有信号，有几分钟没有信号，不知道后边为啥就又有信号了啊？因为你爸当时已经处于生死之间了。你爸当时跑出去的时候，很可能已经进入鬼的状态了，也是阴阳两错了。那个鬼一来，手机是没有信号的。啊，这个因为它也影响那个手机的信号啊，鬼就是电磁波。大卡车司机当时被吓得屁滚尿流啊，就是那个开集装箱的，因为这种级别的车祸啊，应该人是肯定死了。于是呢，啊，那个大卡车司机下车看被撞的车子，这车顶都先没了，里边没人，车已经撞报废了，里边没人，撞成了废铁。当时呢，就把那个卡车司机尿吓出来了，那卡车司机以为活见鬼了，怎么车里没人呢？于是呢，卡车司机拨通电话报警，后面一切都不说了，正常处理了，车子做了报废处理，卡车司机也正常维修上路。第二天中午照常，一家人在一起吃饭，我爸才告诉了我们事发的经过，说本来我可能昨天晚上就没命了，就跟梦一样啊，非常幸运，居然一点伤都没有，真像个奇迹，连皮外伤都没有。就在这件事情过去几天之后，一直经常给我托梦的爷爷又来给我托梦了。梦里他很平静地告诉我，哎，我的任务完成了啊！就爷爷的，就是那个1920年那个老头子，我的任务完成了啊，要准备投胎去了。我当时听不懂什么叫任务完成了，后来恍然大悟，原来他救了我爸一命啊！撞他爹那天，这就撞他那个小儿子那天，老头子就是老爷子这个鬼是在现场。哎，你们也就知道为什么老王叔告诉你们，鬼在现场强力影响现实的时候，手机没信号啊，因为他那个啊电磁波已经开始干扰了。所以你们家这个老爷子呀是有功夫的人啊，因为他人生阅历非常丰富，又做了很多行善积德的事儿。这个老爷子就是1920年这个老爷子去世以后，在上边啊或者在下边是有一定地位的，有一定权限的，所以他一直牵挂着你们嘛，尤其牵挂他的小儿子。小儿子车祸这一场，他给他挡下来了。所以事情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啊，我再也没有梦见过我爷爷，可能他真的已经投胎了吧？啊，那人家来了，梦里告诉你投胎了，那就是真的投胎了啊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我白天见不到鬼，也没有被附身，只是到了梦里啊，他们亲戚们全跑来找我托梦啊，包括我100年前的祖宗啊（括弧我的老家在7、8年前被拆除了，但是有一次梦见我了100年前我们家的样子，我站在自己家门口，对面是一棵大树，两个穿着清朝官员服饰、戴深蓝色就跟电视上那种帽子的人啊，留着很长的麻花辫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，吓死我了。我转身往家里跑，是大木头大门啊，上面还有铁质的扣门环，屋里是结实的泥土地面，然后我就被吓醒了。这属于到底什么体质？就是灵异体质。白天看不到鬼是正常的啊，你要是白天看到见鬼啊，要么就你也快死了啊，你跟鬼的频率一样了，要么就是你开了天眼了啊。你如果没有修行的话，没有打坐，没有修行，没有修习禅定啊，没有练习开天眼，你白天是看不见鬼的。看不见鬼挺好啊，你怎么看见鬼多麻烦呀？啊，吵到了花花草草不好，吵你性生活也不好啊。我操，你正要发挥的时候，你看旁边两个人在这围观呢，哎呀，我操，你又看不见，你就放心的表演了，那你说这不好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开了天眼不一定好事。再见宋波。再见。